你以为地球已经很老了？45亿年确实够老的了。但你可能不知道，有一颗行星的年龄是地球的将近3倍，它在127亿年前就已经诞生了。那时候，别说太阳系，连孕育太阳的那片星云都还不知道在哪儿呢。说真的，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宇宙诞生的时候有行星吗？答案是没有。138亿年前的那场大爆炸制造出来的东西极其单调，氢和氦基本上就这2样。你要是想在一锅只有氢和氦的汤里捏出一颗行星出来，那就像让一个只会煮白水的人做满汉全席，原材料都不够。行星是什么？行星是需要重金属的。当然，天文学家嘴里的金属和你平时理解的金属不是一回事。在天文学中，只要是比氢和氦重的元素，统统叫金属。碳是金属，氧是金属，铁是金属，连你身体里的钙都算金属。这帮人定义概念就是这么粗暴，但管用。那这些金属从哪儿来？从恒星的肚子里来。宇宙大爆炸之后，大约1亿到2亿年，第一代恒星点火了。天文学家管它们叫第3星族恒星，这名字起得反直觉，但天文学命名向来如此，你别较真。这帮第一代恒星和今天的太阳完全不是一回事。它们是由纯粹的氢和氦组成的，没有任何杂质，质量却大得吓人，动不动就是太阳的几十倍甚至几百倍。你想想，一颗几百倍太阳质量的恒星，它的核心温度高到什么程度？这种巨型恒星活得短，死得早，太阳的寿命大概100亿年，而这些第一代恒星可能只活了几百万年。几百万年听起来很久，但在宇宙尺度上就是打个喷嚏。但这个喷嚏打得惊天动地，它们死的时候会以超新星爆发的方式把自己炸开，把核心里经过核聚变锻造出来的碳、氧、铁这些重元素像烟花一样洒向四面八方。而且这帮第一代恒星炸的方式还不一样，质量特别大的，超过140倍太阳质量的，死的时候叫对不稳定超新星，这种爆发特别剧烈，连黑洞都不留，整个恒星彻底炸碎，所有的重元素全部抛射出去。质量稍小一些的，几十倍太阳质量的，死的时候核心塌缩成黑洞或中子星，外层物质被炸飞。不管哪种方式，结果都是一样的，把重元素从恒星核心里解放出来，扔进宇宙空间，等着下一代恒星和行星来捡。这就是宇宙的第一次金属播种，没有这场播种，就没有行星，就没有你，就没有一切。有了金属尘埃之后，行星是怎么形成的？这个过程的正式名字叫核吸积模型，说穿了就是滚雪球。一颗年轻恒星刚刚点燃核聚变的时候，它周围会有一个旋转的圆盘，叫吸积盘。这个盘子不是永恒的，它大概只存在1000万年左右。所有的行星都必须在这个窗口期内成型，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在吸积盘里，尘埃颗粒互相碰撞粘连，从沙粒大小滚成巨石大小，再从巨石滚成直径超过1公里的小天体。天文学家叫它微行星。到了这一步，事情就开始加速了。微行星互相碰撞合并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亚地球大小的行星胚胎。靠近恒星的那些胚胎，最终碰撞合并成地球、金星、火星这种岩石行星。而远离恒星的寒冷区域，因为温度低，水冰、甲烷冰这些挥发物能以固态存在，行星核心可以长得更大。如果核心在吸积盘消散之前就达到了大约10倍地球质量，它就会疯狂吸积周围的氢和氦，变成木星、土星这种气态巨行星。如果核心形成的比较晚，氢和氦已经散得差不多了，那就只能裹一层薄薄的冰大气，变成天王星、海王星这种冰巨星。整个过程听起来条理清晰，但实际操作中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时间。从尘埃到微行星，可能需要几万到几十万年；从微行星到行星胚胎，可能需要几十万到几百万年；从胚胎到最终行星，又得几百万到几千万年。而吸积盘的寿命只有大约1000万年。也就是说，行星形成就像一场抢椅子的游戏，音乐一停，吸积盘散了，还没成型的胚胎就永远没机会了。这就是为什么天文学家一度认为，金属丰度低的环境里，行星很难形成，原材料少，滚雪球慢，时间又不够，三重夹击。说真的，这个过程听起来挺合理的，对吧？但这里埋着一个巨大的陷阱，一个让天文学家自己下了自己的陷阱。什么陷阱呢？就是金属丰度这个问题。天文学里有一个基本的逻辑链条，行星需要重元素尘埃来形成核心，重元素来自上一代恒星的超新星爆发，所以越年轻的恒星周围的重元素越多，越容易形成行星。反过来说，越古老的恒星重元素越少，越难形成行星。这个逻辑对不对？大方向上没错，但天文学家一度把这个逻辑推到了一个极端，差点把自己给绕进去。事情要从系外行星探测的早期说起。上世纪90年代到2000年代初，人类发现的第一批系外行星里，绝大多数都是一种叫热木星的东西。什么叫热木星？就是质量和木星差不多大，但轨道离恒星特别近的气态巨行星。你想想，木星在太阳系里排在第5位，离太阳差不多7.8亿公里，但热木星呢？它离恒星的距离比水星离太阳还近。为什么最先发现的都是热木星？不是因为宇宙里热木星最多，而是因为我们的探测手段有偏差。当时最主要的探测方法叫视向速度法，就是通过观察恒星因为行星引力而产生的微小晃动来发现行星。行星越大，离恒星越近，恒星晃动越明显，越容易被发现。所以热木星就像探照灯下的蚊子，特别扎眼。问题来了，天文学家统计了这些热木星的宿主恒星，发现它们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金属丰度很高，和太阳差不多，甚至更高。这很好理解，你要造一颗木星那么大的行星，确实需要大量的重元素来构建核心，
金属丰度高的环境当然更容易。但天文学家犯了一个以偏概全的错误，他们从热木星需要高金属丰度推出了所有行星都需要高金属丰度，又从高金属丰度的恒星更容易有行星推出了低金属丰度的恒星基本没有行星。这个推论一旦成立，结论就很吓人了。宇宙早期金属丰度极低，第一批超新星爆发之后抛射出来的重元素少得可怜，要经过好多代恒星的积累，金属丰度才能达到所谓足够的水平。如果按照那个错误推论，宇宙在大爆炸后60-70亿年内都不可能有行星存在。60-70亿年没有行星，你想想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行星在宇宙历史中是个迟到的东西，意味着宇宙花了将近一半的时间才好不容易凑够了造行星的材料。这个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主流共识，写进了教科书，写进了综述论文，大家都觉得挺合理的。但合理不代表正确，科学史上这种事太多了。你手里的工具只能看到一种东西，你就以为宇宙里只有这一种东西。好比你拿手电筒在黑夜里照来照去，只看到路灯底下有人，就断言整条街上空无一人。不是街上没人，是你的手电筒不够亮。转折点来自技术的进步，哈勃太空望远镜、斯皮策太空望远镜、开普勒太空望远镜，一个接一个上天，探测手段也越来越精细。视像速度法不再是唯一的手段，凌日法、直接成像法、微引力透镜法，各种方法轮番上阵。当你的手电筒换成探照灯，你才发现路灯外面的人多了去了。到今天为止，人类已经确认了超过5000颗系外行星，这5000多颗行星五花八门，什么型号都有，有比水星还小的，有比木星还大的，有绕1颗恒星转的，有绕2颗恒星转的，有几百摄氏度的烤炉，有零下200度的冰窖，有些行星上可能下着铁雨，有些行星的云层可能是钻石组成的，甚至有一颗叫 WASP-12b 的行星，正式名称叫瓦斯普12b， 正在被它的恒星慢慢吞噬，预计在100万年内彻底消失。宇宙里的行星种类之多，远远超出了科幻小说的想象。而在这些行星里，有一些的年龄让人瞠目结舌。其中最出名的一颗有一个外号叫马土萨拉。马土萨拉这个名字来自圣经里一个活了969岁的老头，是传说中最长寿的人。用这个名字给一颗行星命名，你就知道它有多老了。这颗行星的正式编号是 PSRB-162026b， 念出来就是 P 艾斯阿韦1620-26b。注意这个编号里有个 B 是小写的，表示它是这个系统里发现的第一颗行星。它位于天蝎座方向，距离地球大约7000光年，是球状星团 M4 的成员之一。M4 是距离地球最近的球状星团之一，距离我们大约7000光年，里面有几十万颗恒星挤在一起，密密麻麻的，像个恒星养老院。M4 的年龄估计超过120亿年，是银河系中最古老的球状星团之一。里面的恒星金属丰度通常只有太阳的1%，甚至更低。马土萨拉的年龄估计高达127亿年。127亿年是什么概念？宇宙才138亿岁。这颗行星在宇宙诞生后大约11亿年
就已经形成了。地球呢？地球是45亿年前才形成的，也就是说，当这颗行星已经独自绕着它的恒星转了80多亿圈的时候，太阳系连个影子都没有。你可以这样想，如果有人写了一部宇宙编年史，地球只在最后一章才出现，而马土萨拉在前3章就已经登场了。他见证了宇宙从只有氢和氦到开始有了重元素的整个演变过程。他是宇宙最古老的居民之一，也是最沉默的见证者。这颗行星的质量是木星的2倍半，一颗气态巨行星。但真正让人震惊的不是它的年龄和质量，而是它所在的位置和它绕行的恒星。它绕的不是一颗普通的恒星，而是一个双星系统，其中一颗是脉冲星，也就是中子星，是质量巨大的恒星爆炸后留下的极致密残骸，直径只有20公里左右，却拥有差不多1个半太阳的质量，自转速度极快，每秒能转几十圈，像宇宙级的灯塔一样，有规律地发射电磁脉冲。另一颗是白矮星，也是恒星死亡后的残骸，只不过比中子星温和一些，质量和太阳差不多，但体积只有地球大小。说到脉冲星行星，这里有个有意思的插曲，人类发现的第一颗系外行星其实就绕着脉冲星转。那是1992年，天文学家亚历山大·沃尔兹森在室女座方向一颗叫 PSRB 1257+12的脉冲星周围，编号念出来就是P艾斯阿韦1257+12，发现了至少2颗行星，后来又确认了第3颗。这几颗行星的质量和地球差不多，是已知最早的系外行星。但当时天文学家对这个发现将信将疑，因为脉冲星的环境太极端了。你想啊，脉冲星是超新星爆发后留下的东西，爆发的时候周围的行星要么被炸碎，要么被甩飞，怎么可能还有行星留下来？后来大家搞明白了，这些行星很可能是在超新星爆发之后，从脉冲星抛射出的物质盘中重新凝聚形成的。换句话说，它们是灾后重建的产物。但马土萨拉不一样，马土萨拉不是灾后重建的，它是在超新星爆发之前就已经形成了的，后来被双星系统俘获，一直在那儿默默转了120多亿年。这2种形成方式截然不同，不能混为一谈。一颗行星绕着一颗脉冲星和一颗白矮星转，这本身就够离谱了。更离谱的是，这个系统在一个球状星团里。为什么球状星团里有行星这么让人意外？因为球状星团是天文学家公认的行星荒漠，原因有2个。第一，球状星团里的恒星都非常古老，金属丰度极低，通常只有太阳的1%，甚至更低。按照高金属丰度才能有行星的旧逻辑，这种地方根本不可能有行星。第二，球状星团里恒星太密了，几十万颗恒星挤在一个直径几十光年的球里，恒星之间的距离有时候比太阳到最近的恒星还近。在这种环境下，恒星的引力会互相干扰，圆形星盘很容易被撕碎，行星即使形成了，也可能被甩出系统。所以，当天文学家在 M4 里发现一颗127亿岁的行星时，你可以想象他们有多震惊。
这就像你在撒哈拉沙漠中心发现了一条活鱼，不但活着，还挺肥。那这颗行星到底是怎么在那儿形成的？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有争议，但我有自己的战队。主流的荷西基模型在这里遇到了大麻烦。M4球状星团的金属丰度极低，意味着没有足够的重元素尘埃来构建行星核心。你连砖头都没有，怎么盖房子？我认为更合理的解释是引力不稳定性机制。在宇宙极早期，吸积盘里的气体绝大部分是氢和氦，虽然重元素极少，但气体总量非常充足。在这样一种富含氢氦的致密原始吸积盘中，气体团块可以直接因为引力不稳定性而坍缩，不需要先构建一个固态核心。微量的金属尘埃会沉向中心，但周围大量吸积的是氢气体，就这样直接形成了一颗气态巨行星。说白了，荷西基模型是先搭骨架再填肉，引力不稳定性是直接一大坨一起塌。在金属丰度极低的环境里，搭骨架这条路走不通，但直接塌这条路可以走。当然，荷西基派的学者不这么想，他们认为即使金属丰度很低，只要有一点点重元素，经过足够长的时间积累，依然可以形成核心。而且他们指出，马土萨拉现在的轨道距离双星大约23个天文单位，公转周期大约100年。这个轨道特征更像是在更近的地方形成，后来被引力扰动推到远处的。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有，但我还是更倾向于引力不稳定性。原因很简单，球状星团里恒星密度那么高，引力扰动那么频繁。如果马土萨拉是在原位通过荷西基形成的，它早该被其他恒星的引力给甩飞了。引力不稳定性模型下，行星形成速度更快，可以在环境恶化之前就完成组装，然后被推到当前这个安全距离上。时间窗口对得上，机制也对得上。当然，这只是我的判断。天文学的魅力就在于，你永远不能100%确定，但你必须选一个站。模棱两可是百科全书干的事，不是你干的事。马土萨拉的存在证明了一个革命性的事实：行星在宇宙极早期极度缺乏金属的环境中也能形成。但有人可能会说，那是一颗气态巨行星。气态巨行星本来就是直接坍缩气体形成的，不能说明岩石行星也能在那种环境下诞生。这个问题问得好，接下来这颗星直接把这个问题给回答了。2015年，天文学家利用开普勒太空望远镜的数据，发现了一个叫开普勒444的系统。这个系统距离地球119光年，位于天鹅座方向。它是一个3核星系统，3颗恒星互相绕转，其中主星是一颗橙矮星，质量比太阳略小，温度比太阳略低。这颗主星周围有5颗行星，5颗行星的大小都介于水星和金星之间，全是岩石行星，全是类地行星。它们的轨道非常紧凑，全部挤在比金星轨道还小的范围内。最快的一颗不到4天就绕恒星转一圈，这意味着它们离恒星太近了，表面温度高得要命，肯定不适合生命存在。但这些行星不世居，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系统的年龄。开普勒444系统的年龄高达112亿年。这个年龄是怎么测出来的？
天文学家用了一种叫星震学的方法。你没听错，恒星也会地震。恒星的内部会因为对流产生声波震荡，这些震荡会让恒星的亮度发生极其微小的周期性变化。开普勒望远镜恰好能精确测量这种亮度变化。通过分析这些震荡的频率模式，天文学家可以推算出恒星的质量、半径以及最关键的年龄。恒星越老，氢燃料消耗的越多，核心结构会发生变化，震荡模式也会相应改变。开普勒444主星的星震数据明确显示，这颗恒星的年龄在112亿年左右，误差大约在8亿年。就算取误差下限，也比地球老了60亿年。112亿年比地球老了将近70亿年。当这些岩石行星已经围绕着它们的恒星运转了70亿年的时候，太阳和地球才开始从一片尘埃云中凝聚。这个发现的论文发表在《天体物理学杂志》上，由英国伯明翰大学领衔的国际团队完成。论文里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这证明了形成岩石行星的机制在宇宙早期就已经启动，而且对金属丰度的要求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苛刻。开普勒444的主星金属丰度确实不高，大约只有太阳的1/3。按照旧理论的预测，这种金属丰度下，岩石行星很难形成。因为构建地球大小的岩石核心需要大量的硅酸盐和铁元素，但事实就是5颗岩石行星照样诞生了。这说明什么？说明行星形成的机制比我们以为的要强韧得多，不是只有在太阳这样的高金属丰度环境下才能造出行星，低金属丰度的环境照样能造。不仅气态巨行星能造，连岩石行星都能造。有意思的是，开普勒444还是一个3合星系统，3颗恒星互相拉扯，引力环境复杂得很，但行星照样形成了5颗。这说明原行星盘的适应能力远超我们的想象。你以为复杂的引力环境会阻止行星形成？大自然说，不好意思，我照样能干。开普勒444的发现，加上马土萨拉的发现，直接把宇宙早期没有行星的旧观念给扫进了垃圾桶。行星不是宇宙的迟到者，而是几乎和恒星一起出现的早期居民。有意思的是，开普勒444的5颗行星都是岩石行星，但它们的轨道周期非常短，最快的一颗3.6天就转一圈，最慢的也只要9.7天。这意味着它们离恒星太近了，全在水星轨道以内。这种紧凑的多行星系统在早期宇宙中可能相当普遍，因为低金属丰度意味着吸积盘里的尘埃总量少，盘的质量更低，气体阻尼更弱，行星迁移的机制和今天可能不太一样。换句话说，早期宇宙的行星系统长得可能跟太阳系完全不同。太阳系是稀疏型，几颗行星分散在很大的范围内，而早期宇宙的行星系统可能是紧凑型，好几颗行星挤在离恒星很近的地方。这种紧凑系统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恒星引力稳定，行星轨道不容易被扰动。坏处是离恒星太近，温度太高，液态水存在的可能性很低。但话说回来，我们说的是离这颗恒星太近，不是离所有恒星太近。如果早期宇宙的背景温度本身就是温暖的，
那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好了，行星很早就有了，那生命呢？这个问题就更刺激了。要谈生命，你得先谈宜居。什么叫宜居？不是说温度刚好25度，空气清新，鸟语花香。在天文学语境下，宜居意味着一颗行星表面能够长期维持液态水的存在。这个要求看起来简单，实际上极其苛刻。首先，你需要稳定的大气层，否则液态水要么蒸发，要么冻干。其次，你需要合适的化学物质，碳、氢、氧、氮，这些是生命的基本建材。然后，你需要能量梯度，生命需要从环境中获取能量，来维持自身的低熵状态，还需要流动的液体溶剂，不一定是水，但水是目前已知的最佳选择。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你需要时间，不是几百万年，不是几千万年，而是数以亿计的稳定时间。地球上生命从诞生到今天，用了将近40亿年。你要让生命有足够的时间去孕育、演化，环境就得长期稳定。那早期宇宙具备这些条件吗？过去的天文学家给出了一个悲观的答案：不具备。理由有3条。第一，第一代恒星寿命太短，几百万年就炸了，来不及给行星提供稳定的能量来源。第二，早期宇宙充斥着超新星爆发、强烈的恒星风和高能辐射，整个星系就像战场，根本不适合生命生存。第三，金属元素不够，连行星都造不出来，遑论宜居行星。这3条理由听起来条条在理，但每一条都被后来的发现打了脸。第一条，第一代恒星确实短命，但它们的残骸白矮星和脉冲星寿命几乎无限长。白矮星可以稳定发光发热数百亿年，虽然光芒微弱，但胜在持久。如果一颗行星绕着一颗白矮星转，距离足够近的话，照样可以获得稳定的能量供应。第二条，早期宇宙辐射确实强烈，但如果行星有大气层和磁场保护，表面的辐射水平可以被大幅削弱。地球不也是在早期太阳系的高辐射环境中孕育出生命的吗？第3条就不用多说了，马土萨拉和开普勒444已经给出了答案。这个悲观结论有一个理论框架，叫星系宜居带假说。2001年，天文学家冈萨雷斯和布朗利提出，银河系中只有特定区域才适合生命存在。这个区域不能太靠近星系中心，因为那里超新星太多，辐射太强；也不能太靠近星系边缘，因为那里金属丰度太低，行星太少。只有中间一个环形的区域，金属丰度适中，超新星威胁可控，才是生命的温床。他们把这个区域叫星系宜居带。这个假说听起来很有道理，逻辑自洽，模型漂亮，但最新观测把它打得稀碎。韦伯太空望远镜就是那个花了100亿美元，迟到10几年才上天的家伙，他一睁眼就颠覆了所有人的认知。2024年，剑桥大学领衔的一个国际团队利用韦伯望远镜观测了一个宇宙大爆炸后仅3亿5千万年的星系，他们在那里发现了碳元素。3亿5千万年，宇宙才刚过了它目前年龄的2.5%，里面就已经有碳了。碳是什么？碳是有机化学的基础，是生命大厦的地基。
你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脱氧核糖核酸分子，每一块肌肉，每一根头发，碳都是核心元素。没有碳，就没有有机化学，就没有生命。之前天文学家以为碳要到宇宙大爆炸后10亿年左右才开始大量聚集，但韦伯望远镜直接把这个时间线提前了2倍多。不仅如此，他们还初步探测到了氧和氖。氧是什么？氧是水的1半，没有氧，连水都凑不出来。这些生命基石元素出现的时间比我们预想的早了那么多，这意味着宇宙合成生命原料的效率高得惊人。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宇宙合成重元素的速度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第一代恒星爆炸之后，重元素的扩散速度也比我们以为的快得多。更有意思的是，有研究发现，在早期宇宙的星系中，恒星形成活动异常剧烈，大量恒星同时诞生又同时爆炸。这种被称为星爆的事件会产生强烈的辐射压，把超新星合成的金属元素迅速推向星系的边缘。过去天文学家以为只有星系中心才有足够的金属来形成行星，现在发现金属扩散的速度快到整个星系很快就被施肥了一遍。而且2020年科学家在仙女座星系外围发现了一个叫 RBC-EXT8 的球状星团，名字念出来就是阿贝斯伊克斯特8，它的金属丰度只有太阳的1/800，刷新了已知球状星团金属丰度的最低纪录。这个发现直接打了低金属丰度就无法形成大型星团的旧理论一记耳光。连1/800太阳金属丰度的环境都能凝聚出100万倍太阳质量的球状星团，行星形成的门槛能高到哪儿去？这直接挑战了星系宜居带假说。如果金属元素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扩散到整个星系，那只有中间环带才适合生命的假设就站不住脚了。2025年，普茨茅斯大学的 Daniel Whelan 团队在《自然天文学》上发表了一项研究，通过精密的计算模拟发现，适宜生命存在的条件可能在大爆炸后仅2亿年就已经具备。2亿年，宇宙才刚过了它目前年龄的1.5%。哈佛大学天体物理学家阿维勒布更是在2014年就发表过一篇论文，叫《早期宇宙的宜居时代》。他指出，从宇宙诞生大约1000万年开始，到大约100亿年前，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温度从100摄氏度降到了0摄氏度。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如果有岩石行星存在，那么不管它离恒星多远，它的表面温度都恰好处于液态水可以存在的范围。不是因为恒星的温暖，而是因为宇宙本身的背景温度就是温暖的。勒布的观点激进吗？激进，有争议吗？当然有，但我认为它的大方向是对的。原因很简单，我们过去判断宜居的标准是按照地球生命的需求来的，但谁能说生命只能在地球式的条件下诞生？勒布提出的宇宙微波背景加热机制虽然听起来匪夷所思，但物理上是成立的。在那个时代，如果行星已经形成了，而宇宙背景温度恰好提供了液态水的条件，那为什么不能有生命？你可以把这个时代想象成宇宙的春天。大爆炸刚过去不久，宇宙从极高温冷却下来，
背景温度从沸点慢慢降到冰点，中间有几十亿年的时间窗口，温度恰到好处。这段时间里，任何一颗有固体表面、有大气层、有碳基化学物质的行星，不管它离恒星多远，它的表面都可能是温暖的液态水世界。不是因为靠近恒星，而是因为整个宇宙都是温暖的。这跟地球的宜居机制完全不同。地球靠的是太阳的辐射，离太阳近了热，远了冷，只有中间一小段距离合适。但在早期宇宙，温暖来自四面八方，来自宇宙本身。当然，这里有一个关键前提，行星得先存在。而马图萨拉和开普勒444的发现，恰恰证明了这个前提可以满足。行星在宇宙极早期就有了，岩石行星在112亿年前就有了，加上韦伯望远镜发现，碳元素在宇宙诞生后3亿5千万年就出现了，整个链条就串起来了。重元素出现的够早，行星形成的够早，液态水条件出现的够早。我不是说早期宇宙一定有生命，我没有证据，也不打算编造。但我想说的是，过去那个宇宙早期不可能有生命的论断，现在看来是建立在一系列过时的假设之上的。那些假设一个接一个的被新观测推翻了。当然，勒布这个人争议很大，他后来因为声称星际天体奥陌陌可能是外星探测器而名声大噪，也招来了很多批评。有人说他太爱出风头，有人说他不够严谨。但就早期宇宙宜居时代这个理论本身来说，它的物理逻辑是站得住的。你不能因为一个人说了些争议性的话，就把他所有的话都否定掉，那不是科学态度，那是拉帮结派。我对勒布这个理论的态度是，方向上支持，细节上保留。他说的宇宙背景温度提供液态水条件，这个机制没问题，但他进而推测，那时候可能到处都是生命，这个我就要打个问号了。有液态水不等于有生命，从水到生命之间还有巨大的鸿沟。地球上从有了水到出现最简单的生命，可能花了几亿年甚至更久。早期宇宙的环境再温和，生命是不是真的能那么快出现？这个问题目前没有答案。不过话说回来，地球上的生命花了多久才出现，其实也没有定论。目前地球上最早的生命证据，大约在35亿到38亿年前的岩层中被发现，而地球本身是45亿年前形成的。也就是说，从地球形成到出现生命，可能只花了7到10亿年。如果早期宇宙的行星环境比我们以为的更温和、更稳定，那在几亿年内孕育出生命的可能性也不能被排除。当然，这只是推测，不是结论。但不确定性不等于不可能，恰恰相反，不确定性意味着可能性。现在让我们退一步，看看这些发现拼在一起，给我们描绘了一幅什么样的画面。138亿年前大爆炸，宇宙只有氢和氦。大约1亿到2亿年后，第一代恒星点火，它们巨大、炽热、短命，在几百万年内就把自己炸开了花，把第一批重元素撒向宇宙。大约3亿5千万年后，宇宙里已经有了碳，可能还有氧和氖。这是韦伯望远镜亲眼看到的。大约11亿年后，
马图萨拉在一颗金属丰度极低的恒星周围形成了127亿年后，人类在 M4 球状星团里发现了它。大约26亿年后，开普勒444的5颗岩石行星开始围绕它们的橙矮星运转。112亿年后，开普勒望远镜捕捉到了它们掠过恒星表面时造成的那一点点亮度下降。而地球呢？地球是45亿年前才形成的。在地球诞生之前，宇宙里可能已经有了数以亿计的行星运转了数十亿年，有些行星可能比地球老60-70亿年。地球上生命从最简单的单细胞发展到今天的复杂生态系统，用了大约40亿年。如果有一颗行星比地球早了60-70亿年，它的生命如果有的话，会发展到什么程度？这不是我在这儿胡思乱想。德雷克方程，那个用来估算银河系中可能存在的文明数量的著名公式，其中一个关键变量就是行星系统存在的时长。如果行星在宇宙诞生后10几亿年就有了，那宇宙中可能存在的文明时长就比我们之前以为的要长得多。一个比地球文明早出现60亿年的文明会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也许他们早就灭绝了，也许他们搬到了更好的地方，也许他们已经发展到了我们完全无法理解的程度，就像蚂蚁无法理解人类的科技一样，我们可能也无法理解他们的科技。甚至也许他们已经不在物质层面存在了，而是把自己的意识上传到了某种我们无法探测的介质中。这些都是猜测，但不是胡说八道，而是基于已知物理事实的合理外推。我不是在暗示外星文明一定存在，我只是在说，从概率上讲，宇宙给生命提供的舞台比我们以为的要大得多、早得多、宽得多。过去我们以为地球是宇宙的优等生，赶上了好时候、好地方、好条件，但现在看来，地球可能只是宇宙无数个适当时机中的一个，而且还不算最早的。星系宜居带假说说，只有银河系的中间环带才适合生命。微波望远镜说，金属3亿5千万年就扩散了。高金属丰度假说说，没金属就没行星。马图萨拉在127亿年前就打着你的脸了。热木星偏差说，行星需要太阳级的金属丰度。开普勒444用1/3的太阳金属丰度造了5颗岩石行星。每一次天文学家以为不可能的地方，大自然都用事实回答：你格局小了。说真的，我觉得这才是宇宙最让人着迷的地方，不是它有多大，不是它有多老，而是它总是比我们以为的更有创造力。我们用有限的认知去框定无限的宇宙，每一次以为找到了边界，宇宙就轻描淡写地把边界擦掉，顺手画一个更大的圈。最古老的行星有多老？127亿年，但这很可能还不是上限。宇宙比我们想象的更慷慨，行星形成的时间比我们以为的更早，生命可能出现的时间窗口比我们以为的更宽。你今晚躺在这里，听着这些数字，可能觉得宇宙很大，自己很小。但换个角度想，你身体里的每一个碳原子、氧原子、铁原子，都来自几十亿年前某颗恒星的核心。那些恒星死了，爆炸了，把它们的灰烬撒向宇宙，最后凝聚成了太阳、地球和你。
晚安。